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你会感觉呢，有些人买房子很轻松，对吧？首付也拿得出来，说到贷款呢，也能够轻松的应付，甚至呢，每一年到了年底还能够提前向银行还款，把本金还一还，压力呢就越来越小。然后呢，没有几年啊，这个房子就变成全款房了，然后呢就可以发展自己的了。但是呢，有些家庭呢买了房子以后，总觉得这个账还不完，在自己的身上呢是一个累赘，是一个负担。可是还着还着呢，就发现要么呢快逾期了，要么呢根本就还不起了。那这是因为什么呢？同样，大家的工作、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为什么我们在还房贷呀，或者说买房子这件事情上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呢？那是因为你没有掌握相关的买房知识，你只是随大流、盲目的买房子，你也不懂买房子的技巧，所以导致到你买了房子比不买房子更痛苦。那么我们也知道买房子是非常有必要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买房子肯定要比租房好。你在城市有一个家，你就会有动力去发展。那么至于怎么样才能买房子让自己变得更轻松，那可能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的几个技巧，或者说呢几个坑，我们一定要避开。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正视自己，学会定位。很多人不懂啊，尤其是年轻人，觉得不就是买个房子吗？对不对？我去售楼处，我看中哪一套，对吧？我直接让他给我算首付，还贷款就可以了。各位，我要告诉你的是，买房子不是你去买衣服，你相中哪一件你就买哪一件。我们首先在买房子之前要学会定位。什么叫定位？定位就是正视自己，你要清楚你自己有几斤几两，对吧？你要知道你买房子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为了结婚，还是说为了我在这个城市发展，未来还有孩子要上学，还是说是我父母来到城市当中，我要给父母买一套房子。定位不一样，需求不一样，导致我们在选的楼盘以及面积都不会一样。那还有呢，我们要看我们手中到底有多少钱，对吧？有20万还是30万？假如这20万或者30万首付的话不够，会不会通过亲戚朋友再能够借到一笔钱？光有首付呢也不行，你还要考虑到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费用，比如说维修基金啊，到最后办证的时候要交的税，还有呢装修的费用、物业费等等。这些呢都是开销的大头，以及呢我如果把这个贷款办下来以后，我每个月的还款金额是多少。有些人呢只看房子的面积，不看房子的总价，明明自己一年呢只挣10万块钱，却要去买100万甚至200万的房子，那么根本每个月连这个月供你都付不起，那么你买这个房子干什么呢？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买了房子，过不到1-2年的时间，这个房子呢就成了法拍房，甚至呢直接不要房子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物业，不要贪小便宜，不要觉得这个物业费便宜可能就是最好的。按正常的逻辑来讲，物业是服务业主的，业主花钱雇物业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现在的情况是物业骑到了业主的头上，他们呢把一些规则私自修改，在小区内呢自己说了算，又或者说呢把小区业主共有的地方建成了一些商铺啊，私自对外出售出租，谋取暴利，又或者说呢必须让业主去租车位或者买车位等等等等。这些现象在每个小区每天都在上演，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这并不合规。那么物业在这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好的物业它至少有2个方面的好处：第一，能够解决业主的一些麻烦；第二，物业服务好了，整体的小区品质上去了，那么未来你在出手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更容易变现，而且价格可能卖得更加的合理。可是不好的物业呢，小区乱糟糟，然后呢经常和业主发生摩擦，住在这里呢还非常的闹心，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好的物业是有多么重要。那么我们在买房子的前期，一定要去调查一下这个物业公司服务的怎么样。在一个城市当中呢，物业几乎处于一个垄断的形式，基本上也就那么2-3家。那么你可以看一看哪家物业服务相对比较好一些，那么我们就偏向于去选哪个楼盘，别等买完房子以后再后悔。第3个方面呢，就是思维的问题。很多人说我怕欠账，对吧？我问朋友借1万块钱啊，原本期限是1个月，我恨不得2天都给他还了，因为我觉得有压力，我不想欠别人的钱。那么延伸到买房子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很多人说我就想全款买房子，我今年这个钱不够，那没事，我努力工作，我多赚外快，是吧？我攒一攒钱，到时候我全款买房子，我没有压力，我要比别人更好的享受生活。但往往现实却不是这样。我们虽然说现在房住不炒，但是你看人口流入的大城市，每一年的房价还是在涨，又或者说就叫高位稳定。你如果按照这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标准去攒钱的话，可能你再过10年20年也买不起房子。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房价收入比，对吧？你看看深圳的是多少？深圳的是1比40多，也就是说你不吃不喝需要46年才可以拥有一套房子。但是这现实吗？不现实，对吧？我们还要生活，我们所有的攒钱都处于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但是生活又给了我们很多重压，我们平时不得不花钱。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年收入20-30万的家庭可能连5万块钱都攒不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的花销太大了。我之前碰到的一个客户就是我要攒钱买房子，我要攒钱买房子，结果当时他的手中是有30万的。可以那么说，在2014年的时候，房价没有普遍上涨的情况下，他的30万足够付大部分的首付，甚至都可以拆开分为2个首付买2套房子。结果就因为他差不到20万块钱，说没关系，我等一等，我再攒2-3年的钱，我基本上就能够全款买一套房子。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房价疯涨，现在他的手中仍然只有30万，可是他现在的30万和2014年的30万购买力是完全不一样的，钱在他的手中是不断贬值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因为他的思维导致到他现在亏损的可不止30万。那么我们说现在我们没有钱，但是房子又作为我们的一个必需品，那怎么办呢？只要你不是炒房，只要你是正当的需求，你就在一个合适的节点去把房子买了就可以了，巧用银行的贷款。我们还是说市场上有很多贷款，对吧？但是房贷确实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低的银行贷款我们不要去谈企业的可能会更低，因为那是国家扶持。可是你知道我们平常用的信用卡年化率是多少吗？是18.25%，还有更多的网贷它的年化率能够达到23.4%。可是反观我们的房贷利率最高也不过6%，是吧？现在也已经降到了3.9%左右，而且公积金也从原来的3.25%降到了3.1%。那如果你有需求，你自己又没有多少钱，干嘛不用银行的钱呢？第4个方面就是一个从众的心理，就是叫买涨不买跌。很多人都是这样。为什么在2016年、2015年、2014年这几年的时间交易量非常少？就是因为房价上涨的速度太慢了嘛，对不对？2014年比如说是5000的均价，到了2015年只有5100块钱的均价，到了2016年只有5200块钱的均价。每一年只涨100块钱，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人们对于这个房产是失望的呀，对吧？所以当时的一个房产就是不温不火。可是到了2017年，到了2018年呢，对吧？可能今天是5500的均价，到了明天就是6000的均价，后天就是7000的均价，所以大家都恐慌，全民开始抢房，永远都是买涨不买跌。因为大家也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我现在不买，再过10天，可能同样一套房子我又多花10万或者是20万，等到房价往下降的时候人们就期待就是说我还想让它降得更低，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才是它的底线，我也希望它降到1000块钱1平方才好，那个时候我出手我就能买多套房子。所以你看到没有，房价只要上涨500块钱每平方，很多人马上就会抢房子，但是房价下降1000
很多人觉得少了，下降5000，很多人还会觉得没有降低。买涨不买跌，一直呢都是我们买房的一个心理因素。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房产的逻辑变了啊！你不要呢跟风的去买房子。还是那句话，你要有需求，你不管当时的房价是涨还是跌，你都要去买。别人吃晚饭呢都是在下午的5、6点钟，可是你到下午1点就饿了，你干嘛不吃呢？你干嘛要饿着肚子跟着别人一起吃呢？那不是自己遭罪吗？还有呢，第5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买房子讲究一步到位。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啊，没有钱想着攒钱买房子，买房子要买什么样的呢？我就要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我要买电梯房，我要买空中楼阁，我要买1楼带小院的，我要买电梯洋房等等等等。脑海中的乌托邦一旦形成，就会误导你的行为。可是你要想一想，我们做什么事情不都得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吗？饭一口一口的吃，对吧？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当你呢经济能力不行的时候，又想买房，那么就要巧用银行的杠杆，然后呢买当时你认为合适的房子，而不是一步到位。虽然说我们买的时候呢，这些房子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你要知道，只要你用上的银行贷款，就是在给你自己攒钱，因为呢它有一个强制性。假如你没有房子，让你自己去攒钱，你可能还攒不到这么多钱。那么到了第2步，你的首付多一点了，你是不是就能挑一些好的二手房了？再慢慢的置换，可能呢经过2、3次的置换，你会发现你终于住到了你想要的房子。但是如果你想一步到位呢，除非你家里特别有钱，父母呢能够帮你，要么呢这种房子你可能永远都是你心中的一个梦想。所以就是说，买房子还得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的来。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